台北好行嘅地方點止赤峰街、大稻埕呢一區冇捷運，但係連日本、瑞士、韓國嘅選物店都開喺度，咖啡茶館林立，仲有台北最流行嘅手信。去台北唔使飛咁耐，唔使排隊就可以食到最紅嘅日本餐廳。成日話台灣酒店貴，今次開上一間行天宮隔離嘅中價酒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沙朗啊。咁我覺得香港咧，其實真係好壓抑嘅，開口埋口講 ROI 啦，行步路都要快過人。但係我覺得人生真正正嘅嘢，亦都係點解我咁中意旅行嘅原因，就係我可以真正將時間留俾自己。咁今次咧，我就掉低 Frankie 嚟個週末快閃去台灣，揀咗幾條咧深度嘅散策路線。我哋依家即刻出發啦！以前飛台灣搭開長榮，但原來華航近年啲機翻新咗啊，都好好坐㗎。短短個零鐘就去到台北啦。咁好多人咧都會揀直接去到台北車站嘅。台北嘅住宿近年咧就貴咗好多啦，其實都仲有啲好嘅選擇㗎。咁喺三重呢度咧換站。今次住嘅酒店呢一區咧，除咗價錢平啲之外咧，其實佢交通都一樣咁方便㗎。我哋轉搭中和新路線去到行天宮站，呢個就係行天宮站啦。咁啊，轉過嚟咧，呢邊好近啦，就係我哋嘅酒店啦。哇！呢度已經有雞白湯食咯，正！下面咁多嘢食嘅，好開心啊！咁片尾先同大家開上呢間咁方便嘅酒店。去到台北先食翻個靚 brunch 先。呢度係一個冇捷運到達嘅舊社區，大家可以喺林蔭之中漫步。大家可以求其喺街邊度揾到一間你中意嘅 brunch。呢一間東京好出名嘅 Mercer Brunch 終於嚟到台北開店啦。之所以喺民生社區開店，因為呢一度環境係全台北獨一無二嘅。食嘅係一種生活嘅態度，所以點解近期好多重量級、重磅嘅早餐店啊，都會插旗喺呢一區。由日本紅到台北，必食就係呢個法式多士，但係都有好多早餐選擇㗎。因為其實我唔係好識多士或者麵包類嘅，就試下佢 all day breakfast 啦，同埋佢嘅咖啡啦。咁如果大家嚟試嘅話咧，就可以試下佢嘅 toast 啦。咁呢度咧都聽講係好出名、好高人氣嘅。最近減緊澱粉啦，就冇食多士，就試咗佢個 brunch 啊。咁嘢食都 OK 嘅，好似個雞排咁烤到好脆啊，同埋好中意佢個螺旋蛋。咁啊，香港咧食個早餐要趕頭趕命，但係呢一度真係每日催你埋單啊！自己中意食到幾點就食到幾點啊！民生社區嘅街區輪廓係仿效1960年美國都市計劃所打造㗎。咁佢呢度有住全台灣最高嘅綠覆率。而呢度嘅富錦街、三民一路一帶咧，更加係形成一個好靚嘅綠色隧道。我覺得點解呢度特別寧靜，某程度上都係關呢度住嘅人士。因為呢度咧，其實好多都係以前嘅精英人士嚟㗎。咁所以咧，成個社區係好寧靜，你唔會揾到一啲好熱鬧、開到好夜、好嘈嘅鋪頭。所以呢度係特別舒服嘅。呢度咧仲好多單車，大家可以隨時租嚟踩啊！呢度好舒服啊，真係冇諗過喺呢個冇捷運到嘅社區，竟然可以揾到久違嘅寧靜。我覺得呢一度咧就好似日本嘅中目黑啊！次次去台灣，大家都叫我買鳳梨酥啊、太陽餅，但係你唔食到厭，我都買到厭啦。咁所以今次咧帶大家去一間好有質感嘅伴手禮。呢間一絲不苟嘅英倫西裝店入邊其實別有洞天，呢度咧就好似日本嘅小店咁樣，唔需要喺門口掛一大大個招牌去討好全世界，佢只係等明佢嘅人自己推門入嚟。訂做西裝唔單止係穿着，而且過程仲象徵住對細節嘅掌控、對完美嘅追求。入到嚟呢個空間，你以為自己嚟到一間西裝店，咁你係大錯特錯啦。呢度雖然話係 fitting room， 但係入邊每一道門咧，其實都係可以再打開。呢個係台灣藝術家嘅作品啊！好得意啊！好靚嘅插圖。
只要你咁推開最後呢一道暗門，你就可以探秘到全台北最神秘嘅牛油藝術館。But we love butter。哇！後面有啲好特別嘅聲音。入到嚟，你會懷疑自己係咪入錯鋪頭啊？只係訂做西裝皮鞋，再係呢一度好似美術館咁。其實呢度牆上嘅每一盒都係一件藝術品，好多嘅手信嘅包裝都好老土、好觀光客，但係 Butch 每年都會同全球新晉嘅藝術家玩跨界聯名，就好似今年咁，佢哋一口氣揾到7組嚟自日本、韓國同埋台灣本土嘅藝術家。如果你都中意藝術，嚟呢度買手信，仲可以多多從視覺嘅享受啊！大家就可以喺度當 chill 一 chill 啊，因為坐喺度就有專人 serve 奶油餅乾俾你噶啦。咁呢度嘅奶油餅乾咧就用咗法國製造嘅原料啊，艾許牛油啦，同埋咧台灣最經典嘅嘉義洲南嘅曬鹽啊，試下味先。又係一個幾厚實啦，但係咬落去有幾鬆脆嘅餅乾嚟嘅喎。同埋嗰種牛油味咧，真係好香啊！你食完咧係會喺個鼻腔嗰滲翻出嚟嘅。咪最緊要咧，佢係一啲都唔甜噶，好啱香港人口味。我覺得最震驚我嘅就係竟然咧會配上一個台灣獨有嘅東方美人茶，而東方美人茶更加係矜貴之中嘅勁。一共咧7隻口味，啱啱試咗呢個係濃厚奶油口味啊！但係其實呢度咧每日咧係會有唔同嘅味道去提供俾試食啦。你好，你好，這裡是可以選包裝嗎？可以。你如果選這個口味的話，你就選這3個對應的包裝。我選中間的那個抽象化的，好漂亮。將藝術家嘅設計同咁精緻嘅奶油餅乾送俾人，你可以同人哋講話呢份包裝係你自己親自揀嘅。我覺得揀一份靚得嚟又有質感嘅禮物啦，就係我送禮嘅儀式感啊！你送俾對方嘅嗰種。你專心為佢 tailor made， 即係好似啱啱個西裝咁嘅 concept。呢一種嘅貼心，一般手信真係俾唔到我啊！加埋呢個咁 fashion 嘅手提袋，就係成為我今日最好嘅 OOTD 啊！記得提埋收到呢份禮物嘅朋友，一定會更加好食㗎。台灣只有2個地方先可以揾到呢間咁 hit 嘅手信店，一間就有今日朝聖嘅台北富錦門市富錦奶油。如果你去台中嘅話，佢仲有另一間叫做奶油飯店嘅分店，聽講都好有電影感㗎。民生社區被稱為入台北最 chill 嘅街區，但係近年已經有好大嘅轉變。你估唔到嘅就係呢一啲老宅下面啊，竟然有咁多特色嘅小店。呢度仲有啲好高級嘅餐酒館。呢度仲流行不務正業，你以為係 cafe，其實係時裝店。韓國嘅服飾品牌。因為高爾夫球個球桿圖喎，好型啊！好似呢個韓國進駐嘅高爾夫球兼日常服飾品牌，喺呢度社區就連精品文具都咁有特色。呢度專賣手帳相關嘅產品，有個國獨立嘅品牌同埋設計師嘅作品，好得意嘅貼紙、郵票貼紙，啲報社貼紙都好靚。我覺得呢度賣緊嘅唔淨止係文具，而且係一種專注療癒嘅氣場啊！連睇片都會撳2倍速嘅香港人，有幾可以靜靜地坐低睇完一本書，放低手機，去感受周圍嘅環境，喺呢一度就可以啦。嗌一壺台灣產嘅靚茶，然後揀一本好書。成日都諗咧，點解香港人同台灣都好似好崇日咁？其實日本咯，骨子裏係有一種雅，一種不慌不忙，其實好反映到我哋對生活嘅狀態同埋生活美學嘅向往，亦都係有一種由內到外有高度安全感、秩序感嘅一個表現嚟嘅。因為好多嘢都有順序，基於呢一套順序，你可以放低所有嘅防禦，講究美學同埋講究生活入邊嘅小細節。一種追求精緻、精神富足嘅生活狀態，同一向繁忙勞碌嘅台北印象非常之唔同。
呢度就好似用樹蔭包圍嘅一個時空結界。除咗對慢活嘅追求，更加有對美感嘅執着。呢一間係北歐嘅家私店，喺呢度買到嘅一份生活嘅療愈。而北歐人最聰明嘅地方就係佢哋從來都唔怨婦，用最利落嘅線條幫你做減法嘅練習。而其實喺我屋企都有一條規矩㗎，我哋從來都係買一樣嘢就要抌一樣嘢，移除多餘嘅雜物同埋視覺干擾，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幫我哋嘅大腦減緊壓㗎。單車店都係有質感過人，呢度有最靚嘅單車。食個法式嘅甜品，飲杯啡，呢個就係民生社區嘅生活形態。而呢一區嘅生活哲學，同時吸引住日本嘅選物店始祖。呢間係民生社區嘅Beams，係咪好似一間美國風格嘅小屋呢？其實每一次經過Beams，我雖然係唔買大牌子啦，咁但係我都會忍唔住睇佢啲嘢，有陣時咧都買翻一兩件嘅。佢最吸引人嘅地方咧，從來都唔係佢賣嘅嘢，佢嘅選品某程度上係教你點樣着出氣場。除咗Beams之外，喺民生社區其實仲有好多新興嘅時尚品牌。其中呢個瑞士牌子 Freytag， 我覺得係好值得睇嘅，因為佢全部都係用環保再生嘅材料。呢個係廢棄貨車嘅帆布製作嘅品牌。你見到好似污污糟糟咁，其實就係用緊貨車上面嘅帆布、汽車輪胎，甚至係安全帶去做成㗎。喺帆布上面嘅磨損同埋折痕啦，全部都係歐洲公路上面嘅痕跡。你喺呢度可以揾到個獨一無二嘅帆布，好得意嘅呢個，好啱 Frankie 嘅呢個款。我覺得最特別啦，呢一度係有好多連 Google Map 都冇寫嘅鋪頭啊！一啲低調嘅品牌可能根本就唔想俾你知佢喺度開咗鋪頭。打開門做生意係咪真係冇得揀？而預約制小店就正喺度篩選客人。講到民生社區最出名嘅一定係富錦樹，呢個集團旗下嘅生活選物店啊同埋 cafe 都選址喺呢一度，將呢度延伸一變成為台北最時尚嘅街區之一。呢度售賣嚟自台灣、日本、美國設計師嘅時尚服裝同埋日常嘅百貨同埋工藝品，好多都係好有美感、好得意嘅。其實買一件衫咧，我覺得更加似係買一種生活態度啊！咁呢個品牌推薦嘅飾物啊，佢嘅咖啡同埋佢生活器皿，其實就係一個美學體驗圈。喺呢度你仲可以飲埋咖啡。呢種生活風格散步型嘅商圈，其實喺台北除咗中山區赤峰街一帶之外咧，民生社區嘅富錦街絕對係另外一個更加寧靜嘅選擇。呢區就吸引到香港嘅明星潮牌始祖 Edison 過嚟開 cafe， 佢嘅 cafe 啊，我覺得好有特色，其實都好值得過去打卡㗎。不過今次就揀咗富錦樹，希望下次有機會啦。最中意台北嘅一點啊，就係我唔使搭4個鐘機咧，都可以食到好多日本嘅出名鋪頭，好似呢一間啦，檸檬牛舌喺日本都係非常之紅嘅。咁同大家食嘅仙台利久啊、次次樂唔同啦，佢特別用咗牛舌嘅根部啊，咁再加埋檸檬汁口切嘅，係啦。咁如果喺東京大阪食唔到嘅話，台北店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嘅。你有分呢個極品牛舌扒肉切，好吸引啊呢個。可以再另外單點呢個3次，咁呢個幾個道餐可以試到少少和牛，我亦都可以揀咧，全部都係牛舌啦。中唔中意食牛舌嘅朋友都可以一齊嚟呢度試下㗎。呢個 set 入邊有2種嘅牛舌，分別係極品牛舌牛扒同埋口切牛舌。我單點咗3塊口切牛舌啊，驚自己唔夠厚添。同埋追加咗呢個生蛋三文魚子飯，哇！入邊真係粒粒都好飽滿，加埋生蛋啊，極度邪惡。同傳統嘅烤牛舌一樣啦，都係有個牛舌湯嘅，仲有牛舌味噌同埋咖喱牛舌。牛舌味噌我記得淨係喺秋寶溫泉食過嘅啫。食法同我哋之前食嘅利久同善治郎真係好唔同，同埋佢係
行軟嫩路線喎，佢唔係嗰啲炭烤硬骨骨嗰啲 friend 嚟。真係太滑啦，我覺得試完普通等級，試下呢個最高等級。點解可以做到同時間又嫩又爽？同埋佢個醬汁咧，個牛舌出邊個醬汁包得好好，有少炭香。一定要加少少牛舌醬啦，咁佢可以幾食㗎，你可以點唔同嘅醬汁啊，又可以點檸檬啦，食極都唔會膩嘅。問我份量，我就覺得真係有少少啦，因為真係好好食，你會想係咁食好多。咁啊，但係咧佢呢個加咗一個三文魚子飯，真係好邪惡，好吸引啊！試下先，加呢個三文魚子飯都肯定係其中一個呢一個嘅理由。我覺得下次真係唔使你點呢啲高等級，直接點最高等級嗰個。點解我咁蠢嘅？真係不得了啊！呢個真係爽到又爽啦，又嫩啦，又爽同嫩竟然可以同時並存，真係。我覺得呢個牛肉咖喱都好好食，但煲少少飯先。我呢個 trip 台灣當中食得最好嘅嘢食之一，另外就係阿成嗰度都好好食。如果伴手禮嚟講，就係今日嘅奶油餅乾，咁嗰個都好香好食。日本嘅過江龍點字呢一間啊，仲有伊良可樂啊，呢間漢方可樂店咧真係爆紅啊！我去到門口見到太多人啦，我就走咗啦。大家如果有心排隊嘅都可以去試下嘅。嗰邊咧仲係中正紀念堂，不過我都未有機會去。雖然嚟過台北好幾次，但係其實我從來都冇去過台北101嘅。我真係遠遠見到佢係冇上過去，亦都唔知入邊係有啲咩。依家就順便行下啦，因為附近就係啦。下面咧都係商場嚟噶，咁都可以去 shopping 下噶。如果大家好多年前嚟過101嘅話，揾到一個俾你哋再嚟嘅理由。買咗2張飛，一張係88至89啦，一個係1017。依家嘅101其實已經變成一個策展嘅空間啦，加咗好多新嘅動線啊、展覽啊、藝術裝置。除咗觀景之外，都好適合打卡㗎。除咗有卡通裝置之後，仲有呢啲咁藝術，女仔見到一定會中意閃閃發光嘅鮮花裝置。仲有依家台北年輕人最興嘅微醺時光，飲埋台北產嘅啤酒。呢度最得意咧，仲可以 DIY 嚟嘅可樂，都幾得意喎。最有特色一定係近年先翻新嘅101層，而家變成一個巨大嘅空中花園啊！將台灣嘅植物引入高空，欣賞靚景嘅時候仲可以睇埋植物添。咁啊，呢一層咧，佢只係開1個鐘嘅咋，所以買到飛嘅朋友啊，記得喺日落嘅時間，第一時間衝上嚟。呢度少人好多，同埋啲位可以坐喺度望住夜景，望住日落嘅。咁比起88、89樓啦，呢度少人好多，同埋窗邊仲有啲座位咧，大家可以坐喺度慢慢睇夜景，唔使同人逼啦。我從來都唔知，原來台北101嘅靈魂並唔係佢本身，而係呢一個大波波。穩定呢個台北101啊，因為係地震頻發嘅地方，呢個波波真係好重要啊，簡直係成座台北101嘅靈魂。颱風嗰陣時打風得仲誇張。
好多人唔知嘅就係呢條橫跨幾區嘅錦州街，其實喺當地嚟講啊，係非常之出名嘅收工之後嘅補給站。其實幾多嘢食㗎？雞肉飯好多飯堂喎，原來呢一度係鵝肉同埋麻油雞喎，呢間正。閂門啦，可惜啦。咁早味豬腳嚟，仲有間豆腐花，手工老豆花喎，呢個有啲黃豆。啲烏龍茶好似係 No.1 咯。今次住嘅呢間酒店啊，位於行天宮啊，啱啱真係好方便啦！一上地鐵站咧，轉個彎就到啦。咁其實台北咧有好多嘅酒店啦，都係爭少少嘅，即係交通配套啦，係要行幾遠下。我上次住過之後就覺得，不如揀間近少少噶啦。呢度咧行 loft 風格噶，你見到佢連個座廁都特別啲啊！但係因為環保啦，就冇特別提供一啲洗手用品，亦都係冇水啦，咁所以就大家要落去下面個 lobby 度。咁房間方面咧，哇，係非常之開揚啊！不過咧，呢一間咧就唔係 standard room 嚟嘅，係高級客房嚟嘅。張床真係好大啊！夜晚買外賣翻嚟咧，就可以喺度食嘢啦。咁都係放啲過境旅客啊，唔預住得耐嘅。咁呢幾集咧都會介紹幾間嘅台灣嘅酒店啦。咁我覺得只要避開熱門地區，其實個選擇都好多嘅，價錢都唔係好貴嘅。呢個培烏龍奶茶好好飲啊！真係好爽啊！其實佢好足料，佢入邊有好多紅豆啦，超級多會，嗰啲係咪叫珍珠啊？好似珍珠咁嘅東西，翻去一定要減肥啊！你睇，哦，個好飽啊！想支持我嘅創作，可以加入成為會員，除咗可以抽選手信福袋，我亦都可以喺 IG 回答你嘅問題嘅。成為富士會員可以喺社群當中提供嘅連結下載到所有行程表格，包時間班次、有用連結、餐廳介紹、使費預算、景點介紹等等詳細嘅資料。每個行程時間同景點都會連接去城換案內同埋 Google Map，方便你隨時更改行程。